现在是星期四早上10点半，然后我的课其实还有多1个小时才结束啊。不过今天在班上也只是做assignment吧，其实都可以不用来上课，因为连老师都没有来。不过我今天要提早离开，因为我今天又加班了。我来这边主要是读书嘛，所以我只是做礼拜2天 part time 罢了啦。可是最近这边真的是超级缺人手，所以我就加班到从2天变成4天1个礼拜。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水族馆，这座水族馆叫 Sea Life Kelly Tardens， 是由纽西兰探险家 Kelly Tarden 于1985年创立的。然后这整个水族馆的规模虽然不算大，不过里面却容纳超过1500多只生物。然后这整个水族馆是建在这座马路的下面，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就只看到一个入口跟一个出口。今天这个 video 我会 show 你我工作这水族馆是长这样啦，可是很明显我今天是有值班的，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画面就是我在我没有值班的时候拍的啦。然后第一个水族馆地方一进来就是像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它是一个类似一个时光胶囊这样子的地方啊。然后这个音乐真的很够力，所以我要用 voice over。关于这个时光胶囊故事，你需要追溯回去1912年啦。当时就有一个船长，他叫做 Robert Scout， 他就到了南极探险。然后现在这边的环境就跟他当初在南极逗留时候的木屋长得一模一样，有房间啊，有厨房，有实验室，连洗照片的 dark room 都有。不过当然啦，这些全部都只是 recreation。我每次做工经过这边我就超想躺在这张床上睡觉，因为我不懂这整个地方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很舒服，对哦。你看这边一张床，这边一个双人床，然后有灯 ，I don't know, just very comfortable and also dirty。然后接下来就会穿过这里。这个地方站久了会出现幻觉。我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这整个走廊在转，还是上面这个在转吧，这个感觉很奇妙。然后前面就是另外一个区域，就是看企鹅了。对啊，这里的企鹅主要分成2种，就是帝王企鹅还有巴布亚企鹅。然后每天就会有员工过来喂这些企鹅给游客看啊。跟你们补充一下，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只的鱿鱼是在纽西兰抓到吗？而且这一只还不是最大只的，最大只我忘记他们放在哪里了。不过这个真的是很夸张。Alright， 打断一下，这个很明显就是我真做工期间拍的画面啊。然后如果讲今天做工时长比较长的话，我就有一个半个小时的 break， 然后我就会走在外面吃我的早餐啊。然后你看这个面，全部连在一起啊 ，fuck it。接下来这个区域我不太确定要叫什么了，不过看起来就好像是给小孩子过来踩颜色。然后平时就会很多家长带小孩子过来这边坐着画画踩颜色这样子哦。然后这边有一只蜥蜴是我来到这边这样多次从来都没有看过的路面的，然后今天终于给我看到了，然后刚好我也有在拍 video， 真的是有够赏脸的。我们最近在办 Halloween 的活动。接下来就来到餐厅，不过这里算是一个大厅这样子啦，因为它除了餐厅，它还有触摸池啊、儿童游乐园啊，然后有一些比较小只的海洋生物可以看啊。这一只东西真的很可爱的，就不管是什么鱼它长得有点像河豚，又不像是。你看OK， 在看完这些可爱的鱼类过后就来到 Kelly Tardens 的重头戏，就是 Shark Zone。然后这里我就不多讲了，你们就自己感受一下。
跟你们讲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前有一天我下班就经过这边要去 office 然后打卡嘛，突然间就有一个妇女拦着我，然后跟我讲这条鱼看起来好像不行了，然后问我要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只是一个拍照吧，然后我也做不到什么，我就讲哦，这样我帮你拍下来，然后我 send 去给 manager， 然后之后拍了照片，然后我就走了。那边出来过后，基本上就是只有一边啊，就这边就是礼品区。哒哒。因为离开刚才那个礼品区过后，有一个隐藏入口，就来这边看海马啦。然后呀，因为真的是太隐秘了，所以这边基本上完全没有人。然后就是有一些海马，有一些巨脊蟹，还有那个尼莫里面那一只蓝色鲤鱼。终于熬到没有我最喜欢的时候啊，就下班了。然后下班过后呢，我就来到这边等巴士。然后在等巴士期间呢，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你知道我是怎样得到这份水族馆的工作吗？真的非常好笑。那时候我刚到 Auckland 的第一个礼拜，我记得是拜一，因为那时候我是第一天去学校上课，然后我整个人就是很热，因为整个 environment 全部东西对我来讲都是全新的嘛，我就很不在状况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放学过后呢，我的表舅就跟我讲，走过去喝茶哦。然后我以为是真的是去喝茶，然后他就带我来水族馆。然后刚好他认识这个水族馆的 manager， 然后 manager 就跟他讲，哦，最近这边很缺人手啊什么，然后二话不说我就被推去 office 里面，然后我就得到这份工作。然后当时我连 bank account 都还没有，我也没有 IRD number， 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我才刚到罢了。然后过 manager 就非常耐心，就等我去申请这些 processing 的东西哦。然后 yeah，that's how I got the job。It's funny。这个 seasoning 真够力。Alright, back on the track。我 show 完你们整个 aquarium， 可是我没有跟你们讲我究竟是做什么工作啦。是因为我在拍的时候，我不想要打扰其他在岗位的员工，所以我就不会在那边讲哦，我是在这个部门做样子。其实如果你是细心的观众，你可能已经猜到我是在水族馆拍照啦。我只是一个拍照吧，我之前只是 photography assistant， 就是专门拍那些游客照的。然后最近我又被调去做 sales， 所以 which is 我现在是2个部门2边跑这样子。所以通常我早上一到那边打卡完过后，我就会先去做拍照，然后半个小时mail back 过后，我就会去做 sales。还有一点就是，当你们看到现在这部 video 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个水族馆工作差不多1个月半了啦。然后这1个月半下来，我可以就是对我这一份工作提出一个优点，还有一个缺点。然后先讲缺点好啦，这份工作其实有时候蛮无聊的，因为它的相机它是粘在墙壁，就是你没有办法拿那个相机来拍，所以就是一个讲难听就是死工啊，就是有人经过你就是拍照，有人经过你就是拍照，就按那个 button 就这样吧。然后它的优点就是这份工作是一直需要跟人家交流的，所以它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我的社交能力。还有，因为我之前有段时间蛮社恐的，所以在这份工作过后，我完全不怕 social， 我去到哪里都可以跟他讲话这样子，所以就是有它的优缺点啦。然后讲到工作，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讲呢，就是我家人不会给我什么吃苦，就是我还活得蛮悠哉样子，我没有打过什么真的很辛苦的工。第一份工就是 YouTube， 然后过也是接过一些 freelance， 然后就这样子吧。然后这一次这个水族馆工作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这种有 side agreement， 然后有打卡上班下班的一份工作，这样子就一个再也日常不过的工作。可是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也终于可以透过这个在水族馆工作的经验，来更能体会就是爸爸妈妈的辛苦 ，for real， 这个是真的。过去都没有做过很辛苦的工嘛，所以就整天就是那边爱买不买样子，你知道吗？不，这次就是体验到工作责任。还有那种就是一放学过后就要冲着赶巴士去打卡，然后过后或者是有时候真的是很累，真的是很不舒服，可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做工那种感觉，就真的第一次让我真正意义上体会到工作责任感，所以我也是蛮欣慰当初 Terence 就我表舅把我推去做这份工啊。